亲爱的观众朋友，又到了和您见面的时间了。今天啊，人们做事呢，可能首先就要考虑到自身的这个问题啊，做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的家人朋友有什么好处。尤其是这个目前的退党大潮，那么对每个人来说呢，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来观看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有美国、加拿大等这些退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他们是怎么说的？一位叫何青山的山东民众打来了电话，他说捡到了一份关于酒瓶和退党的传单，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酒瓶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个全球华人的退党大潮，老天爷要灭中共，你有没有加入过党团队呢？这位何先生说有啊，他说赶紧退吧，否则的话就会受牵连了。他说好，我退，很爽快的就退了。然后他说你能够让我喊几句口号吗？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对着话筒大声地喊，天灭中共，天灭中共，天灭中共。结果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来了，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寄酒瓶，我要看酒瓶。结果工作人员把酒瓶寄给他，过几天又打电话进来，非常高兴地告诉工作人员，酒瓶我收到了，酒瓶讲得太好了。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感动，酒瓶讲的没有一句话是假的，很多事情我都亲身经历过。然后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进来，他说你知道吗，我那天跟你讲完话以后，我的背疼不见了，我痛了几十年的背疼，吃了很多的药，看了很多的医生都不管用，现在不痛了啊！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啊！酒瓶真是太好了，你们退党服务中心做的事情真是太伟大了。他说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这里鸡蛋这么大的冰雹下了一天，看来老天爷真的要灭中共了。结果他又对着话筒喊起来，天灭中共，天灭中共，天灭中共。可以给你讲个故事。那个我们呢有一个过去原来是公安局的局长，他是刚刚的退休，因为他是得了脑血栓以后啊，是脑血栓后遗症啊，是嘴微、眼斜、拄拐杖，还有人护理。他经常到我们那儿有个公园去散步。有一次我就看到他了，我就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呢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而且讲酒瓶。他听了以后就说，你给我讲这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不管是谁，都是我要给讲真相的对象。他说我是公安局局长。我说我更应该给你讲了，因为你们公安局做的坏事太多了，当然你可能是不自觉的，或是你的工作，但是你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你们迫害大法弟子就是伤天害理。他说你真怪，别人听我说公安局长都跑，你为什么不跑呢？我说我不能跑啊，因为我是给你讲真相啊，我跑了你听不到真相了，我知道你相信大法好，知道你退出中共你就得福报了。我说我也就心里得到安慰了。我一共反复讲了3次，最后那次他说你不用讲了，我明白了，给我写一个吧，我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抹去手印。他还特意告诉我说我会神佛保佑我获得新生。我当时啊真为的高兴，我说局长您做对了，您为您的家为您的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他退了以后奇迹就出现了，1个星期以后呢，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也不流口水了，拐杖也扔了，不需要人护理了。别人问他说，看着说，嘿局长，你的病你的这怎么好的这么快啊，什么仙丹妙药救了你啊？他说我病好的法宝就是默念法轮大法好，还得退出中国共产党。当事人局长您也退党了？他说是啊。这个局长呢自己呢还劝其他的亲属20多人先后退了。
也多次保护大法弟子，说这件事在我们当地震动非常大，对邪恶震撼很大。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有个610头头的妈妈退了党以后啊，胰腺癌好了。一次我们上医院去看人，在一个病房里，这老太太胰腺癌呀，在床上呻吟啊，真够看得痛苦不堪。我们走过去看到她，老太太您得什么病了？她告诉我都晚期，我胰腺癌晚期了，医院给我判了死刑了。哎呀，我说您看这病啊，真是您的儿女为什么没的？他们有来也没用啊，治不好我的病啊！啊，我说我可以告诉您呐，他说你告诉什么呀？他你能治我病吗？我说那您可以试一试啊，我就给他讲，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如果是党呢、团队呢，您再退出，您一定有好运的。结果呀，这老太太退了，3个月后啊，这老太太呢，到她儿子那儿那办公地方去了，我们也跟着去了。她说的，你们这么孝顺，那么孝顺，你们谁把我的病治好了？你看这法轮功讲真相，让我退了党，我这病就好了，谁也没治好。原来啊，这个地方是610办公室，他儿子是这儿的头头。因为现在在大陆啊，610他不挂牌子了，不敢挂610的牌，因为他在国际上啊，那个名在国内都很臭了，所以他不敢公开挂牌子。像这样的事啊，很多啊。像一个部队的团级干部，他在保护战友的时候呢，造成严重的工伤。开始啊，恶党的部队的单位还给他看病，后来啊就不给看了，把他放到家里没人管了。而且呢，祸不单行，他的太太到了退休年龄，单位呢硬不让他退休，叫他下岗。他女儿大学毕业啊，又没有工作，10几万元的药费没人报，家里是贫困潦倒啊。他当时啊非常气愤，他说的我为了保护战友遭了工伤，原来我上班是车接车送，连营养品都给报销，现在我成了工伤，他们什么都不给我了，真是天理不容啊！我安慰他说，我说你不用这样，你看看你以后怎么选择，你应该选择以后的路，那是主要的。他说我以后该怎么选择呀？我就给讲大法的美好，讲九评，而且跟他一块儿读九评。第1评读完了，他当时就给我写下几个字：我要退出中共恶党。哎呀，我说你好啊，你太幸福了。他退出以后啊，他太太呢，单位也给按退休处理了，女儿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全家高兴的说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家，今后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如果你能看到你们师父的话，千万向师父跪拜问好。当时在场的我先生还有我几个还大法弟子，他们都哭了，很难用我们现在我的语言我都无法形容。观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啊！从以上的这个看到的退党录像中，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许多人3退之后呢，这个顽固的疾病啊、绝症，甚至是这个癌症不治之症呢，都痊愈了。退党能给人带来福运，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听说。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您是否有听说过？那宋先生啊，我想首先呢请教您啊，您对易经啊、中医还有这个预言啊都是非常有研究。那么以上这种奇特的现象，您能不能做一个解释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吧。那么人们知道呢，中医有一种治病方法，就叫祝由科。祝由科治病呢，是针对一些不好的灵体啊，念不同的咒语，那么将这些灵体呢驱赶走，或将其改变。您说这个疾病可能是一些灵体造成哈，说念一些咒语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哈，把这些灵体赶走哈，把它这个改变。那您能举一些例子吗？那么我就举一个现实中可以看得见的例子。日本有一位科学家他从90年代开始对水进行了这个研究，发现不同的信息呢对水有不同的这个影响，善与恶的这个信息呢。可使水结晶的这个排列呈现这个美与丑的这个图像，
那么一次呢，就是他做了一个几百人的这个试验，对污染的水呢发出这个水变干净了泄气的愿望后呢，水结晶呢就呈现了这个净化水这种漂亮的图像。李上您这个例子哈，就说人发出了不同的这个愿望，可以使水分子的这个图像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图像。那人的这个愿望是否可以改变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是说人的愿望可以有一些对环境的这种改变，但是有的情况呢，就不是人的这个愿望呢能改变的，是吗？因为人的这个能量是有限的，有些信息呢是很强的，这种不好的信息呢会影响人的这个生命，使人呢有许多的不幸。您说有些信息很强的时候，人的愿望就改变不了它哈。那比如说吧，中国共产党它是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个呢，就是圣经里呢是用这个赤龙赤兽来形容的。那么就是加入过其组织和相关组织的呢，圣经里讲都是跟兽走的，都有兽印。是，那兽印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这个呢，在圣经启示录第13章第16节是这样写的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这里的他呢，指的是兽，就是共产协党。众人呢，就是指加入过其组织的所有的成员。凡是成员呢，都会在这个加入时举右手宣誓，一宣誓呢，就有了一个印记。这个就像前面说的这个水结晶的例子，你对水说一些话呢，水结晶呢就会呈现不同的图像。这个图像呢，用眼睛呢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用放大镜呢，你能够看到见。那么人体的95%的部分呢都是水。你对兽宣誓的时候人的这个誓言呢，同样会使人体内的这个水形成像那个水结晶那样的物质，那么存在你的体内。这种物质呢不符合宇宙这个真善人的特性，那么就会使人呢有很多的不幸。本人虽然看不见了，但是神是会看见的。您这里说水分子对人体这个比喻还真的很恰当哈，说这个人体95%都是水，这我还真的以前没有考虑过。所以说发出的愿望不同，它形成的这个水分子的图像也当然是不同了哈。那您又讲到说这个神会看得见，这个怎么说呢？对，这个圣经呢早就预言了，就圣经里说的就是兽印。那么这个兽印就是神看到的，告诉人的。那有这样的兽印，这个人会怎么样呢？我想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在这个圣经第14章第9节、第10节和第11节里边呢，他是这样说的：若有人拜兽或兽像，在额上呢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呢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在火与硫磺之中呢受痛苦。哇，好恐怖！他受痛苦的这个烟呢，往上冒，直到永远。那些拜兽和兽像而有了印记的昼夜将不得安宁。您这里说的这个永远和昼夜又怎么解释呢？这里讲的永远呢是指时间。宗教讲人的一生是几十年，可是人的元神是不死的，会不断的转生，所以呢这个永远呢就是生生世世没有终止。昼夜是说这个痛苦的状态，这种痛苦呢是持续不断的，没有这个间歇。哇，那谁要是有了这样的中共的这个兽印，可真是太不幸了哈。那宋先生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呢？那么这个办法呢，就是你现在加入这个汹涌澎湃的这个退党的大潮。为什么说加入到这个退党大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退党大潮其实就是一个表态的形式。这个在圣经里说的呢，就是最后的大审判。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特殊时期。那么神在看人表什么态？如果你发出了这个要退出邪党、抹去兽印的这个愿望呢，你生命中被打上的这个兽印呢，就会被神帮助抹去。神认可的人当然就有福报了。所以呢，许多人退党后以前的各种顽固疾病就不治而愈了哈。
看来这个赶快退出中共相关的组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我就联想到一个问题哈，宋先生，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哈，你比如说在镇压法轮功这个方面哈，他们非常卖力的这样的人呢，相继的死去哈，在明慧网呢有非常多这样的报道，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哈。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到明慧网看一下哈，都是有名有姓的哈，哪个单位的都写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黄菊啊，还有宋平顺，这个等级非常高的人也不例外。宋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解释呢？就是你提到这个黄菊哈，宋平顺。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呢是中共地位很高的人物，尤其是黄菊。这样地位高的人物啊，其医疗保健条件呢，至好是无人能比的。可是他却得了他这样优越条件，这个根本不应该得的这个癌症。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圣经里啊，把这个共产党啊，比喻为这个吃龙吃兽。这些啊协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呢，就是跟着兽走的人。最后的审判呢，并不一定是等到最后一天才开始的，因为让一些那个恶贯满盈恶不可赦的这个人得到报应啊，是神对那些还有机会改过的人的慈悲。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呢，都有这样遭恶报的事例，也使得许多执迷不悟的人呢，但还不是这个很恶的人呢，通过恶报势力呢，开始这个惊醒。有的呢，因此明白了，退出了这个中共。许多退出中共后呢，这个危重疾病呢不治而愈的这个事呢，非常的多。所以呢，神对这个众生的慈悲啊，是无法言表的。那您前面讲过这个天意啊，有没有什么显现呢？当然有许多的这个显现哈，那么就是最大的这个显现，就是目前进行的这个退党大潮，这是在人间呢最大的显现。那么在九平共产党发表之前呢，没有谁能看清楚这个共产党的本性，也都害怕共产党的这个邪恶能量。但九平共产党发表后呢，人们开始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越来越多的人呢不怕共产党了。有的呢用真民三退如果就是说这不是天意不是神在帮助，那么人的胆量怎么会突然呢就这么大了？所以说的这个天助我也。说到这个天意呢，自然界中也有相应的这个显现。那您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许多人呢可能看到了就是从2005年起，韩国顺天市须弥山禅院观音佛像上呢开了10朵这个婆罗花。此后呢，这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美国、中国都相继发现了这个婆罗花的盛开。对，现在这个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报道。对，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现象就是在佛经上是有记载的。幽檀婆罗花，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佛经还说呢，幽檀花者，此言灵瑞，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这是说那个婆罗花这种灵瑞的天花呢，是因为感受到金轮法王无量的福德法力，才盛开于人间。当这个婆罗花盛开的时候呢，就正是这个金轮法王行于世上，弘传大法，广度众生的时候。婆罗花开3000年一回，婆罗花开，笑迎天门开，圣者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圣者归来。您
说这个像婆罗花盛开哈，金轮法王的出现，与这个目前的这个三退有什么关系呢？这看过古今中外预言的人呢，都知道诸世纪预言唐朝的推背图，还有这个明朝刘伯温碑记呢，也都预言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时间呢是99年7月。如果说啊，就是几百年前哈，上千年前的预言都能够预言到法轮功啊将受到迫害，那么这场迫害呢，就是早有安排的。那么或许中共啊，在历史上啊，就是被安排迫害法轮大法红传的，要让无量的众生呢失去生命的永远。本来释迦牟尼预言的这个法轮圣王下世传法，耶稣预言上帝培育的太阳将要降临，对宇宙的一切众生啊，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即使呢，对中共来讲啊，也是一次难得的可以获得重生的机会。因为李洪志师父传的这个法轮大法啊，是以真善忍为根本的，对一切善恶众生啊都是慈悲的。这一点呢，从法轮功重传的这个过程啊就可以证实。法轮功的这个传出啊，是从1992年开始的，到99年7月呢，中共镇压法轮功啊，给了中共7年的机会。即是从2004年的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前，那又给了5年的机会，但那个中共偏要将自己放到真善忍的这个对立面上，让自己走到了那个天要起灭亡的这个绝路上去了，那么成了这个神作为最后大审判的这个检验师。其实呢，法轮大法呢，对谁都是慈悲的。那么，即使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呢，只要他顺应天意都会有好的未来。倒不是因为这个中共反法轮功，法轮功就让其灭亡，而是天要其灭亡。因为法轮大法在90年代开传是宇宙从上到下的一件极其伟大的这个事情，天象也是随其而动的。这么一件大事呢，众神都是知道的。明朝刘伯温的这个烧饼歌呢，预言的就更详细了。预言说呢，上末后10年，万祖下界，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满天菩萨难脱此劫，乃未来佛下方传道，天上天下诸佛诸座，不遇经现之路，难夺此劫，消了果位，末后乐风81劫。当然还有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呢，都预见了这个时代将发生的事。像这样的宇宙大事，那么共产党要逆天而行，那不是自取灭亡吗？除了前面介绍的退党大潮，还有婆罗花盛开还有什么迹象可以显现说是天要灭中共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2002年在贵州省平塘县呢发现了一块石头，据考察说呢是2亿7千万年前生成的，500年前呢它裂开了，而且呢这块石头上呢藏有6个字，什么字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亡。后来呢，经人考察说这6个字不是人工刻的，是这个天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呢，500年前石头裂开时呢，字就刻在石头上了。如果说是天然形成的，那意味着什么呢？不就是神在500年前就在预言今天将发生的事吗？中国有句这个古话就是天垂象，地成之。这是说呢，如果天意如此，地上就会发生顺天意的大事。那么天象是什么呢？不就是石头上刻的那6个字，中国共产党亡。既然这个退党大潮是天意，是天象了，那么众神呢都会顺天而动的。顺天者长，逆天者亡。所以呢，天要灭中共的时候如果你不退党，或者不站在退党大潮的一边，那将意味着什么呢？所以说呢，退党这件事情呢，与每个人都是相关的。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宋先生您的精彩分析也谢谢节目主持人。好，那么宋先生呢，他从这个古今中外的预言呢，和我们谈了目前波及全球的这个退党大潮与人生的这个关系相信观众朋友呢，您能够从中呢得出自己的结论。也希望观众朋友呢，在这个圣经里所讲的最后的大审判的关键时刻，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了，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